林氏带着3个孩子在选衣服。娘，选好了吗？啊，选好了，我给他们一人选了2套，你来看看。不错，娘的眼光很好。不过难得寻到这样的机会，娘多给他们选2套，棉料容易褪色。二丫太多了也可惜了，而且这面料这么好，手工也不低啊。算了吧，你弟弟妹妹都还有衣服呢。傅宁不多说，把衣服摊开，亲自给弟弟妹妹选了起来。快半个小时，杨夫人与乔老板才进来。夫人，乔老板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这林姑娘在安林府买了一条裙子回来，可没几天抽了丝不要了，于是来我们店里做了一条一模一样的裙子。这收银子时，她说太贵了，还说咱们的针脚根本没有府城买来的那条平。那现在呢？还能如何？除了收了个成本外，这林家谁能因为一条裙子而得罪呀？乔老板，我画的那火烫，你看看。来，你们看着，我来讲解一下。在现代没有了火烫，只有电烫。但是傅宁小时候在农村的时候，他奶奶手中有一个火烫，老人家经常拿来给他爸爸烫裤子。傅宁清脆的声音一解释完，乔老板激动的心情就不好描述了。那一堆衣服不仅没收钱，而且非得让傅宁和林氏在成人衣柜上挑选了几套衣裙不说，还送了他一块牌子。傅姑娘，以后你不管要多少面料，凭这块牌子，所有樊桥记的布店都一律是成本价。乔老板，我有空呢，给你画几套夏装，到时候你要相得中，就试织几套看看。好，如果做得出来，定给姑娘你1分利。哼，小宁啊，既然有缘，以后就别叫什么乔老板的了，叫伯伯吧。我哥应该比你爹大。对，傅姑娘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叫我伯伯就好了。有钱人呐。傅宁笑眯了眼，正要开口，杨姑娘抢了话：你认得那个姓陆的是吧？娟儿，你别乱来。娘，你再不帮我，我就去死。傅姨娘，我知道你知道那个姓陆的，他住在哪儿？你能告诉我吗？娟儿，告诉我，你要告诉我他住哪里，我给你100两银子。话一落，一张银票飘在桌上。哼，杨姑娘，我知道他住哪儿，我现在住在他家隔壁。不过呢，我知道他离开家很久了。离家？去哪儿了？听他妹妹说，是去走镖还是去干嘛的？寻常他靠打猎、走镖、开打铁铺谋生活。娘啊，你听到没有啊？难道你就想让我成为一个猎户婆吗？我不当孙妇，你们非要逼我嫁，我真会去死的。妹妹，还是与妹夫好好说说吧。既然娟儿不愿意，就别勉强了。大哥呀，我说了好几回了，可他爹就是与我说，那男子绝对不是永远是一个村夫。可他说不是不行，娟儿不喜欢呀。就是大舅，我不喜欢陆大哥，他成天一脸杀气，脸上那个疤吓死人。我不要嫁这样的人。娟儿，爹娘不会害你的，你为什么就这么不懂事啊？我不要，你们非让我嫁，我就去死。乔姑姑，我有一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小宁啊，你都叫我姑姑了，一家人没什么不能讲的话，说吧。我刚才听明白了，杨伯伯大约是想把杨姑娘嫁给陆大哥，而杨姑娘不愿意，是这么回事吧？见杨夫人点头，这事儿陆大哥同意吗？是啊，好像这事是自己夫君一厢情愿呢。因为女儿一直闹，所以这事都还没问人家陆公子呢。小宁说的有理啊，娟儿，你先别闹，你不愿意，或许人家陆公子也不愿意呢。一会儿回去啊，娘先问问你爹再说。娘，我不管他愿意不愿意，反正我不愿意。好了，我不与你说了，我去找二表姐玩。对了，大舅，他是郎中，大表姐身体一直不好，你可以找他看看。小宁还是郎中？哥，我不是说了，我与小宁相识就是他给娟儿治病吗？你别看他年纪小，可他医术可真不错呀。娟儿的腹子痛可是他一剂汤治好的。小宁啊，
今日不早了，明日可否去我家帮我那女儿看看呢？乔伯伯，我去看看是愿意的，只是万一没看出来，您可别怪我。不会不会，毕竟这世间没有神仙。对了，你家住哪呀？我让马车送你回去吧。乔伯伯，我家住得近，有马车的话2刻钟就到。这样吧，现在也不晚，你要有空的话，现在我们就过去看看那个姐姐。乔伯伯，乔姐姐出了什么事吗？如果可以说，最好告诉我，这样更有利于帮她治病。遇到了不知哪里的畜生，去年上香时被人糟蹋了，后来怀了孩子，她不肯留，于是减了药，落了胎。落胎后没落干净，这姑娘一直出血，后来残留物没清出来，于是就成了妇科病。乔伯伯，乔伯母，你们先出去一下，我给这位姐姐检查后再下方子。姑娘家的病请了好多的郎中，可这种病都没办法治。乔夫人抹了把眼泪，拉着乔老板出去了。我叫你乔明好吗？我姓傅，叫傅以宁，跟神医学过医术。你的病我有把握治，但我要仔细的帮你检查一下，行吗？乔大小姐被人污了后寻死了好几次，可后来在爹娘的眼泪中她活了下来，如今只是活着而已。谢谢你，不用了，治好了也没用，我无所谓了。哼，你拿别人的恶来惩罚自己，让爹娘看着伤心，你在帮坏人的忙吗？小敏，不就是没了清白吗？如果没了清白的女子都不想活了，那这不是便宜了恶人吗？我要是你啊，一定好好的活着，活到找到那个恶人，切掉他的丑陋东西喂狗，而不是像你这样想死。其实你要死了，那坏人才开心呢，至少他不担心别人来报仇了。可是我没有任何本事，我去哪找坏人呢？就算找到了坏人，我也没有证据报仇啊。证据只是对有用的人有用，可你还想上公堂吗？没必要。乔敏，你家这么有钱，你想报仇的话很容易。我觉得报仇的法子再简单不过了，一是请人帮你找仇人，找到了仇人弄死他；二是请有本事的人来教你，学会了本事去找仇人，再弄死他。反正我要是你啊，这恶人让我活得不痛快，我绝对不会让他睡得太香。是啊，凭什么坏人过得逍遥？2刻钟后，傅宁已经下好了药方。乔伯母，这一张内服，这一张外洗，洗的方法我与乔姐姐都说清楚了，你到时候记得督促她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小宁啊，伯母谢谢你了啊！小宁啊，你是怎么做到的呀？我这大侄女儿啊，这1年多来吃了无数包药，我从来没见过今天她这脸上呈现出来的希望啊！乔伯母，乔敏姐姐有心病，可能她会有很多的要求与想法，尽量配合她。好，我会的。离开乔家的时候，乔家送上了100两银子，傅宁也没客气。过几天我会来复诊，等乔姐姐身上的病好了，我再来治她脸上的病。因为妇科有病，加上心情压力大，乔敏的内分泌也有极大的问题。15、16岁的小姑娘正是青春年少，可因为出了事，现在脸上长满了痘痘。送走了傅宁一家。爹娘，我想学武术。敏儿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要学武，要学毒，我要找到那恶人，亲手废了他。报仇？乔家哪天不想报仇呢？乔敏12岁起就声名大噪，相貌文气样样出色，可他却被人毁了。好，娘一定花高价给你请师傅，不管花多少钱，娘都给你请。老爷，你明日托人多方打听一些奇人异事，只要是有真本事的人，你就请来。还有，
以后这富家姑娘，我们多多来往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明儿，你安心养病，爹会把你的事情放在心上的，尽快给你找来师傅。谢谢爹。小宁啊，这是谁呀？这么可爱的小家伙，你捡来的吗？是老天赐来的，奶奶。哦，老天赐来的呀，那可得好好疼着。哎，小土豆叫奶奶。小土豆乖乖地叫了人，一老两小开开心心地说着话。小土豆的到来，最喜欢的莫过于陆盼盼了。我要，英姐姐，把他给我当弟弟。我家小土豆啊，又不是礼物，怎么能送人呢？再说了，我的弟弟不就是你的弟弟吗？抢什么抢啊？对哦，他们是一窝的嘛。陆盼盼笑傻了，打开包袱，傅宁拿出2身衣服。奶奶，这是我给您买的，是水蚕丝的，夏天穿凉快。丫头，你这从哪儿弄来的呀？这东西可老贵了。奶奶您放心，绝对不是偷来的，来的光明正大，我赚来的。丫头，你又救人了？对，今日不仅救了人，还谈了生意。奶奶，以后我们呀，什么都不干，都有的吃，有的穿。盼盼，这2身是你的，裙子是水云丝，外披是罗纱，很轻很薄，我们出去玩的时候穿上，美死你的小姐妹去。哇，我也有啊！把裙子接在手，他是左看右看，要立即去试。晚上洗了澡换，你们姐妹到时候啊，怎么换都行。就在这时，门口走进来一人。哟，这在做什么呢？笑成这样。兰姨，你来的正好，别人送了我好几块面料，想给你选一块。别，我有衣服。乔家送的面料确实不少，因为乔老板还想傅宁给他画几个新款式，所以好多布头都送给了他。你看我这么一大堆，选2块吧，你1块，伯伯1块，算是我这干闺女的心意。小宁啊，一直以来都是我沾你的，姨没脸总沾你的，别给我了。说什么呢？在我最难的时候，是姨和伯伯帮我，什么沾与不沾的？你要这么说啊，我都脸红了。你看，我这做好的衣服都穿不完，今日我家人的衣服全买了。你选2块布啊，我高兴。二毛娘啊，拿吧，这孩子是有好东西不送人呐，他难受呢。拿着，记着孩子的情就好了。小宁啊，那块布做鞋面好，给我吧。傅宁知道兰氏想给他做鞋。兰姨，你帮这小家伙也做几双吧。你家的亲戚呀？我外婆病了，2个光棍舅舅怕没人摔盆呢，这不他就捡了一个。这小家伙不肯待在那儿，非得跟着我来，我只能带过来了。啊，你这俩舅舅呀，也真是糊涂。小宁啊，你外婆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晕眩症，年纪大了的人很多都有，只不过我外婆过得不顺，心情不好，病情就厉害了些，现在吃了药好多了。那就好。哎，这老人家吧，也就盼着个孩子们好，他不容易呀。是，我外婆真心不容易，不过以后会好起来的。我二舅舅愿意重新做豆腐生意，明天我过去看看。傅宁顺手又塞了一块淡蓝面料给兰氏。这块给二毛哥做吧，别让他书院因为穿太差了而没了自信。兰姨，你别觉得难为情，既然以后要认我当干闺女，这就当是当妹妹要面子。书院里人多嘴杂，以医取人的人多的是。这一点兰氏自知，只是看着手中的这块锦缎，兰氏的心很复杂，很沉重。答应了乔老板给几个衣服款式，傅宁把陆琛这大哥大叫来了。记住啊，以后你带好他，他要是让人欺负了，唯你是问。这些天陆家一分家，陆三婶与兰氏天天去采傅宁要的那些草药，两家的日子好过了许多，小陆琛更神气了。宁姐姐，你放心，他以后啊就是我的亲小弟。行，就交给你了，陆老大。
孩子就爱与孩子玩，不过2刻钟，小土豆就与陆琛跑了。您丫头啊，别担心，鸡毛啊现在可懂事了，就在村子里没事的。来，明天那袍泽又送瓜过来了，想吃什么？又送了？臭男人，算你守承诺。奶奶，那天那个姑娘真的是陆大哥的未婚妻吗？小宁呀，明天怕是在外头还有什么大事没做完，所以他才时常不在家呢。但是我相信他懂礼节，儿女亲事得由父母做主。这姑娘是什么来头，奶奶真的不知道啊。但我相信自己的孙子。如果陆凌天在外定亲的话，会通知家里人，可他没有通知，所以这定亲不太可能。又没通知家里人他要定亲，可家里却来了一个未婚妻，那姓袁的难不成是个假未婚妻？可傅宁又觉得还是不可能。要是假未婚妻，哪敢吆三喝四的上门来，除非是脑子有病。既然弄不清陆凌天在搞什么鬼，他又不在家，傅宁决定不多想。他相信自己的眼光没这么差，一眼爱上的男人就是个渣男，放下了心就宽了。奶奶，村里有篾匠不？有呀，你胖嫂的男人就是做篾匠的，他做的这竹梁椅呀挺不错的。小宁，你要做什么？奶奶，一会儿我画几样东西出来，看看胖叔能做得出来不？要是能做得出来，我们做一套放在院子里躺椅吊篮什么的，晚上乘凉的时候摇一摇摆一摆，爽死了。行行，你画只管画，明天给奶奶这银子还好多嘞，喜欢啥呀咱们做啥。傅宁可没想过用乔奶奶手中的银子，但是老人家这么说他很高兴。陆凌天啊，你赶紧回来哈，要不然我就跟奶奶过了。与此同时，远在大山中打探的陆凌天突然打了个寒战。小土豆有陆琛陪，有乔奶奶照看，傅宁第2天一点也没负担的先去了乔家送了几个样式，然后就去了林家。二丫，明天翻倍，一定要翻倍！今天几个酒楼的人都来订豆腐干、豆腐皮和那些老豆腐了，而且数量都不少呢。二舅，以后每天要算计好量，第2天才不会多出来浪费。这天气太热，豆腐不能过夜，所以不能太急。好好好。以后啊，我们不做水豆腐，专做别人没有的豆制品，而且还要开发出几种豆制品的新吃法，这样生意才会越来越好。林二舅几乎是外甥女说什么是什么了。二舅，这2天你与大舅先做着这生意，等生意一好，我娘、小姨、大姨也过来帮忙，到时候我们拟着章程。自己家亲姐弟，林二舅没什么不愿意的，自然是都答应了。这边豆腐生意开始了新的推广，那边傅宁的秦齿糕生意也越来越好，转眼就到了5月底。陆凌天离家20多天了，也不见人影，找不到他问真相的傅宁只能把心思放赚钱上去了。这天傅宁从河边洗草要回来，明日预定的秦齿糕已经都快做不出来了，于是他决定让兰氏与陆三婶参与进来。此时傅宁背着背篓，寻了一些向新加入的药草往回走，小土豆与陆琛在前面奔跑着，他完全没有注意到不远处大树下的人。三丫，你听哪个说的？这事可开不得玩笑。傅三丫立即把徐杏兰的话一五一十地说了，并添油加醋。奶奶，我看这肯定是二伯串通那陆家人来骗您的，二伯就是不想让您进那100两银子。没良心的畜生，黑心肠的家伙，我看他就是这么想的。三丫，去把你娘你大娘叫回来，那不孝子敢骗老娘，我要让他后悔莫及。是，奶奶，我马上去找人。傅玉珠别看人小，可机灵得很。傅三丫鬼鬼祟祟的进了自己祖母的屋子后，他就悄悄跑去了窗户后面听墙角跟。娘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
乌鸦，出什么事了？吓死娘了！娘，你快去救姐姐，快呀！奶奶要叫上大娘、三婶去陆家抓人了。该死的傅三丫，她不会有好报的！快，乌鸦，你去找你明翠姐，让她去找你姐躲起来。好，娘，你去找哥哥，让他找爹去。娘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那这傅三丫转了一大圈，一没找到大伯娘，也没找到自己娘。奶奶，大伯娘没在地里，我娘也不知道去哪打猪草了，一时半会儿我找不到呢。三丫，那死丫头听说在卖什么青石膏是吗？是的，奶奶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你别管，暂时这事啊，别让人知道了。奶奶去趟刘家。就在傅老婆子出门时，找傅明翠的傅雨珠刚好回来，见她出门，立即悄悄地跟了上去。坤，你怎么来了呢？傅远坤立即拉着自己姐姐，小声地说了傅三丫与傅老太太的谋算。姐，爹爹已经找了陆伯伯了，如果实在不行，他说实在不行让他嫁陆朗。傅宁生气之时，又对自己便宜爹无奈了。该死的老太婆与傅三丫，既然非得不想好好过，那就别过了。回去告诉爹，我谁也不嫁，叫他拖个1、2天，我会想办法解决那老太婆。姐，放心，我不会杀人，更不会。对了，坤，你帮我放点东西在大伯家的水缸里，这个只会让大家肚子疼，把这个放下去之后，注一条蜈蚣放在水缸里，这样子人家就以为是中到蜈蚣毒了。傅远坤知道自己姐姐是个有主见的人，他接了药走了。奶奶，小宁啊，出事了。我假嫁之事被我奶奶知道了，可能她要找人来捉我，我得准备一下了。这几天呢，你不要出门了，我就不信他敢上门来抢人。很难说，奶奶，我那个祖母是个要钱不要命，明抢她不一定敢，但是暗中是个什么手段就难说了。而且我也不可能天天不出门吧。那怎么办呢？哼，奶奶别急，实在不行我就找个人嫁了。不可以呀，小宁啊，不可能乱嫁呀。奶奶，我也不想啊，可只有嫁人才能一劳永逸。小宁啊，不能急呀，不能急。听奶奶说，这嫁人呐，可是一辈子的事啊。要是嫁了一个不好的男人，你一辈子都毁了。奶奶也知道，嫁人是最好的办法，可是也不是说除了这办法就没办法了呀。我们再想想，再想想。等明天回来了，就有办法了。奶奶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乱嫁。明天我去一趟县衙找县令夫人，她是我好姐妹，我找她帮忙。好，好，明天奶奶呀陪你一起去。好。这天晚上接到了消息的傅义全没回家，傅老婆子在院子里瞪着黎氏。老二呢？说了今晚不回来吗？没说呀，娘找他有事啊。前天他倒是说了一句，说这些天衙门在办个什么案子，很忙。吃饭吧，既然他忙，就给他留点饭菜好了。对了，老二家的，听说二丫在做什么糕来着，很赚钱。他没叫上你呀？我听二伯家的穗儿说了，是在做这个，不过这是孩子家的小打小闹，我也没去过问。是吗？可听说呀很赚钱，明天你把他叫回来问问，要是真能赚，也带着娘家人赚点儿，就算嫁了人，他也幸福。看来婆婆与刘家人商量好了，她要让自己把女儿骗回来呢。娘，二丫是出嫁的姑娘，随便叫回来，万一陆家不高兴就不好了。怎么，出嫁的姑娘就不要娘家不成啊？那行啊，你去问问她，要是她不要娘家了，老婆子就逐她出族。好。娘啊，
二伯不在家更好，明天等那死丫头一来，就把她给捆了，让她药一吃啊，万事大吉。对，刘老爷说了，只要进了刘家，谁也别想把人再给弄出来。傅老三相对老实些。娘，这消息准还是不准呢？三丫，你确定没有听错吗？这还能听错啊？三丫都打听清楚了，那死丫头在陆家根本就是当亲戚在借住的。爹啊，这种大事我能胡说吗？刘家现在可是出120两银子呢，奶说了，等银子一到手，他就送喜儿去上学堂。可是，娘，万一二哥回来了不依不饶，那怎么办呢？再说了，那刘家的是个傻子呀！你不肯帮忙就滚蛋！老娘没指望你，他们父女俩敢联合起来骗老娘，我要让他们知道骗我的后果。我可与你们说好，都给我小心一点，别露出马脚。那死丫头精着呢。哈哈哈，娘啊，她再精能有多精啊？一个黄毛丫头罢了。行，您放心，明日一捉到她，我就去通知刘家来接人。娘，药我都准备好了，等她一进门，我就撒在她头上。傅老大也点头。林氏几个，到时候我们会拦住他们的。一家大小都商量好了，而且还进行了封公。傅老婆子终于放了心。既然都记在了心上，那我就不多说了。庞二与刚二，你们明天得把坤哥给看住，千万不要让他发现什么。傅远鹏与傅远刚点了头，表示他们没问题。那就这样，早点吃饭，今晚早点休息，省得耽搁明天的事。老三家的，你们也赶紧回去。知道了，娘放心，保证耽搁不了您的大事。一家人摩拳擦掌，准备着明天进大钱。也在这天晚上，傅家不知道吃坏了什么，全家人都拉肚子，肚子痛，整个大晚上全家人跑茅厕。一家人躺在床上呼天唤地。还是族长第二天早上知道情况后，让他2个大孙子去帮请了郎中来。郎中说他们可能是中了蜈蚣毒，因为水缸里有只蜈蚣，蜈蚣毒是极毒的，好在他怕公鸡血。只是别人喝了公鸡血后，除了全身发软没什么大事，但傅老婆子却不行，越喝越辣。傅宁被叫回来了，是傅义全把他叫回来的，一起回来的还有前妻。傅老婆子年纪大了，因为拉多了稀，已经昏迷不醒了，小医馆的郎中都束手无策了。前妻哥，如何了？就是吃坏了东西，问题不大，一会儿就会醒来的。只是这年纪大，拉得太厉害了，恐怕一时半会儿恢复不了。希望能止住不再拉了，否则难说呀。钱郎中，你行不行啊？我不行，你们抬去安仁堂吧。钱郎中，我这是担心我婆婆。担心有用吗？要是担心能好的话，那你就担心好了。谢氏被强，脸成了茄子，转眼看到傅宁，他眉头一皱。二叔啊，问你个事儿，前2天听到个事儿，说二丫没有嫁人，是真的吗？二丫没嫁人，跟进来的不少族人顿时震惊万分。二丫没嫁人，那天来傅家的哥又是谁呢？大嫂，二丫的事情由我这当爹的操心，就不劳您操心了。您想操心的话，就操心您2个儿子就好了。二叔啊，我这不也是关心二丫吗？她一个姑娘家，要是没人嫁，那总住在别人家不合适吧？到时候万一传出了闲话，得影响家中姑娘呢。大伯娘，听说大丫姐胖了不少呢，是吗？嫁了人有人疼，公公婆婆喜欢，小姑小叔有爱，自然会胖了。我看你倒也胖了不少。那是啊，离了这糟心地哪能不胖呢？不过我听人说啊，大丫姐胖的可不是1分半分呢，莫不是怀上了吧？胡说什么呢？大丫出嫁不过20余天，就是怀上了也看不出来呀，不许乱说。那可不一定啊，我看她10有8九是怀上了，而且快显怀了，让她早点找个郎中看看，省得出事。傅宁一句话让谢氏吐血。这边前妻开了药方子，
傅义全准备去捡药，可人还没出门，突然一群衙役把傅宁围住了，为首的正是衙门的捕快。大伙儿给我围住了，不能让傅义全跑了，他可是重大嫌疑犯。这一嚷啊，不要说整个傅家，就是整个临风村都震惊了。重大嫌疑犯，天啊，出什么事了？一瞬间，村里的人纷纷的围了上来，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见到这阵势，林氏吓得腿都软了，而傅宁也猛得很。陆凌天也不在，这事是不是他安排的，他也不知道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啊，大哥，你先别急，我去问一下。问什么问呢？肯定是作奸犯科了。二叔啊，你自己做了什么坏事，心里会没个数吗？哼，完了，我们这一家算是完了。大嫂，东西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要乱说。我自问没做什么坏事，你们不要急，我问清了告诉你们。这时刘刚进来了。傅义全，3天前税刚在松谷关被劫了，这逃回来的人说是裘荣劫的。前不久我们查这个案子的时候，你和陆启谦是负责这一块的，现在有人告你们通匪。刘八总，我傅义全是个通匪的人吗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齐大人让我来捉拿你归案，有话呀到大堂上去说吧。来人，把傅杂役带走，把他的家人全部看管起来，没有县太爷的手令，一个都不许放出来。是。天啊，通匪，那可是死罪呀！不仅是本人死罪，而且还是株林3代的大罪呀！砰砰几声，不止林氏倒了，就是谢氏都倒了。傅宁怀疑这是陆凌天的操作，可他也没有任何消息传给自己，心里依旧七上八下。但林氏都昏迷了，他没空猜测了。扶起林氏并掐醒他，傅宁一脸严肃地看着他。娘，你还不知道爹吗？你说他这样的人会不会通匪？儿呀，娘是相信你爹的，可是就怕县太爷不相信呢。这诬告你爹和你陆伯伯的人，肯定是与他们有过节的人呢。怎么办呢？啊，怎么办呢？你爹会不会出事啊？娘，现在哭没有用，所以你能不哭了吗？娘，你忘记我与县令夫人是结拜姐妹吗？在没有定罪之前，我们都不能乱。我相信县太爷是个公明公正的人，你不能倒下，你要倒下了，弟弟妹妹都会吓坏的。儿呀，我没事。娘，我还有贵人朋友，一会儿我让人去送信找他，我相信我爹一定会没事的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这种事撒不了谎，你一定要坚强。好，娘会坚强，一定坚强。坤儿，乌鸦，咱们不怕啊，你爹是个好人。娘，姐说爹没事就一定会没事的，我姐可厉害了。不会有事的，一定不会有的。儿呀，坤哥，乌鸦，你爹是好人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坤，乌鸦，从这回起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我们都要相信爹，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。却在这时，傅老婆子这个时候醒来了，听到这消息，她不停地拍打着床框。孽障，孽障，孽障啊！我就知道这是个孽障，当年就不应该留他命在呀。还有林氏这个害人精，他这一脸的衰相，当年我就说了，他会害死我们全家呀。好了，我的话应了吧？啊，林音，你这个害人精，我跟你拼了！娘啊，骂有用吗？现在二叔犯了事，这可是牵连全家人的大事啊！你再骂也脱不了这个罪呀。鹏儿，你去与门外的衙役们求个情，请人帮忙把你妹妹妹夫都请来。这事啊，得商量一下，我们绝对不能受牵连。傅老婆子觉得有理，于是他老人家亲自出马，又骂又哭又赖，终于让族长进来了，同时还让人去通知了傅大丫与秦叔。姐姐，他们好坏呀！乌鸦，以后要记住，人要善良，他们就是不善良，
所以在亲人有难之时，讲的不是帮衬，而是摘星。这样的人无义气，无亲情，无德行，以后你们都不能学，听到了吗？知道了，姐姐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不管是死与活都要在一起，对吗？幼小的妹妹都知道这理儿，可那些所谓的至亲却没有人这么想。对，我们是一家人，要生一起生，要死一起死。但是你们也要相信姐姐，我们的爹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朝廷的事，更不可能去通匪。真的吗？相信姐姐，一定是真的。我们的爹是个好人。我也相信，爹就是个好人。爹娘奶奶，大郎见过岳父、岳母、祖母、三叔、三婶。哎呀，我的乖孙女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们这一大家子的命啊，就要被你二叔这个畜生给拖没了呀！哎呀，想不到啊，我老人家这把年纪呀，还要落个横死啊！祖母，您先别哭，现在二叔还没有定罪呢，也不一定是真的。还什么真与假呀？这家都被围了，能有假吗？好孙郎啊，你是读书人，快给全家想想办法呀！我们不想死啊！奶奶，您别哭了，您别哭，让大郎哥想想法子再说。娘，别哭了，现在还是叫女婿多想想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脱了这个罪。大郎啊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来的路上，秦大郎就想到了办法。有，断绝关系，我有与二叔一家断绝关系，这个罪就牵连不上了。这样就行，这是唯一可行之法，而且还要族里出面。断绝关系容易，但是要族里出面，这可难了。傅老大知道自己二弟与族长大伯的关系远比他与族长大伯的关系好。你什么你呀？老大，这事就这么办。大郎，你去把族长找来，这是我做主。秦叔知道这情况下做这种事真的不地道，可是不这样做，万一二叔的事是真的，那全家都没命了。就算不判斩刑，至少会被流放。光是傅家没命也就算了，他这个傅家的女婿砍头倒不会，但是前途肯定毁了。没办法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好，祖母，我这就去。一家人围在一起商量着断亲的办法了。你不害怕吗？傅大丫，你想看到什么呢？看到我害怕是吗？可如果这是命中注定的事，怕恐怕也是没有用的。我相信我的爹，我相信他不会做出这种背叛之事。听说你会医术了，而且很不错，这是真的吗？哼，傅大丫，你还想探听什么？我是会一些医术，可是我与你不是同一类人。哼，我知道。那你还知道什么？虽然没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，但傅雨欣可以确定，此时的傅雨宁不再是他那个性格倔强、阴沉可怕的大堂妹了。这样的傅宁让傅雨欣不想得罪。知道的有很多，我知道二叔这一次应该不会有事，因为你们一家活得好好的。果真如他的料啊，这傅大丫真的是重来一世啊。傅大丫，借你吉言，你还能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吗？你不害怕吗？怕什么？你相信这种鬼神之事？当然相信，世上没有神鬼，哪来的那么多无法解释的事情？你忘记了你自己小时候喊魂的事吗？其实啊，以前的我所知道的东西并不多，因为当时的我只是一个只把全副心思放在自己相公身上的人。可是呢，这份痴情换来的是背叛，是伤害，是扫亡。可傅二丫的命比你好，她嫁给那姓秦的，所以一醒来你就抢了她的男人。是，哼，看来啊，那你给我50两真的太少了，我想就是500两也不止。
可我现在拿不出来。如果有一天他发达了，我发誓一定照顾你。照顾倒不必要，我也不必你照顾。傅大丫，我想你心里肯定明白，你已不是你，我也不是我，从今往后我们就各自安生吧。这是说不要往来了吗？不知为什么傅玉兴不想断了这层关系。二丫，我发誓，将来无论何种情况，我将不会对你和你的家人起任何恶意。我们能不能不断送关系？恐怕由不得你啊。不过我听到了你的保证，我知道几年后会换一个新皇帝。听说这个皇帝只有10几岁，但他性子极冷，手段极辣。他上位后杀了好多的大官。换皇帝？这个皇帝不是刚上位吗？这信息太大了。还有呢，他中了举。还有，你过得很好，他很尊敬你。你们有2个孩子，而且他2个妾都没有生1个孩子，全村的姑娘都羡慕你。傅大丫，感谢你，感谢你把一个恶心的男人抢走了。二丫，你为什么这样说他？他对你很好的呀。对我很好，一个又一个的女人睡下去，这叫好。傅雨欣啊，有一句话你肯定没听过，男人与牙刷不能共用。二丫，你以前你不是这样的。那肯定不是我。可是二丫，世上哪有这样的男人呢？但凡有出息的男人，哪个不是妻妾成群呢？你想找一个对你一心一意的男人，恐怕不可能。不，你已经嫁人了。我没嫁，没嫁。那陆家那个妹夫，不是妹夫，是我的义兄。本来2家已经说好了，6月我认干亲。可惜出了这事，也不知道这机会还有没有。二丫，有机会的，相信我，一定有机会的。说说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啊，那些年呢，我除了关门绣花外，几乎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学会流苏绣了，绣了一幅极高等的绣品，卖了300两银子。可是他说要去府城读书，我让他拿着银子去了，哪知他却是带了别的女人私奔了。这个人是谢正良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就凭你突然悔婚猜到的。傅大丫，你真的很命苦，好不容易碰到了你认为好的男人，那你们就好好的过吧。你真的不恨我抢了他吗？哼，傅雨欣，现在的我不喜欢恨，我只喜欢争取让自己过得更好。甲之蜜糖，乙之砒霜，你认为好的并不一定就是我认为好的。既然你说我爹不会有事，那么看在把某人卖给你的份上，今日帮我把这个家分掉。二丫，你真的想要分家？你可知道这家一分到你爹娘手上的东西恐怕会很少。你觉得我对这样的家还会留恋吗？这点东西我会差吗？傅大丫，既然你什么都知道，更应该知道那个老太婆不是什么好人，我爹娘栽在她手上会继续苦下去。傅雨欣心知自己的祖母就是一个恶毒老太婆，上辈子她受她的虐待可不是1回2回，不是家中有这样的祖母，上辈子的她也不会绝望的自杀。好，我帮你。刚才大郎哥说了，除了你们一家几人外，傅家其余的人只要与你们断绝关系，就能保住性命。这是天上掉下幸福符了吗？傅宁巴不得与傅老婆子断绝关系，傅老大一家、傅三叔一家，他也没什么深厚感情。一言为定。这边姐妹俩刚谈好，那边族长与一个族老进来了。他们一进门就去了大房谈事。傅玉清走开了，傅宁悄悄与林氏说了一会儿可能发生的事。娘，你放心，一会儿大丫姐
就会去帮我找乔公子，爹一定不会有事的。这是一次分家的好机会，所以我叫他帮忙了。现在族长爷爷与大伯伯来了，恐怕就是商量这事。今天我们这一房会与他们断亲。儿呀，这怎么行啊？万一你爹知道了，他会很伤心的。伤什么心啊？他老娘都巴不得他早死，现在要断亲的是他们，因为他们怕被连累，只有断了亲，他们才能保下性命。娘，这事做主权在祖母手中，不在你手上。见林氏泪流满面，傅宁很烦，像这种无情的亲人要留着干嘛呢？这些个古人非得看重这些个虚东西。娘，断亲又不是除族，你干嘛要这样啊？难不成你舍不得这样的家人是吗？是，断亲不是除族，没有这些亲人，至少他们还有族人。林氏怕自己倒下会吓坏孩子，于是他不停地告诉自己这句话。傅老婆子坚决要求断亲，不给他断亲，他就要去吊死在大门口，还说是族长逼他寻死的。没办法了，这亲除了断还是断。但族长提出要给傅义全10亩地30两银子，傅老婆子说要地要钱没有，要老命就拿去。见僵住了，担心断得不完全的傅宁跪了下来。族长爷爷，我爷爷，我爹不在，弟弟年幼，生母性弱，作为长女，我们愿意把一切都留给祖母养老，任何东西我们都可以不要，但是违请加上一条，如若我们不死，以后祖母的生老病死俱与我们无关。孩子，起来吧，老天会保佑你们的。就这样吧，在义全的事没有定下来之前，给他们100斤大米，100斤杂粮吧。傅老婆子还想不肯，傅玉清悄悄拉了他一把，这才作罢。断亲书一式3份，各方各执1份，一份放衙门备案，将来这就是两家不再是亲人的证据。断亲书上除了林氏，就连傅宁3姐弟都按了血印。看着这断亲书，族长深吸一口长气。义全家的屋里少了什么吱一声，一会儿啊，我让翠儿她娘给你们买去。族长爷爷，这点银子你拿着，一会儿我列张单子给您，到时候就辛苦伯娘帮我们买一下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娘，你怎么来了？门内林氏双眼泪长流，看着亲人痛哭不止。要不是刘刚这帮人与傅义全都关系好，他们不可能让林氏与娘家人门里门外的见面。英儿啊，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啊？我的女儿啊，这下可怎么办呢？外婆，您觉得我爹是那种是非不分、脑子有坑的人吗？我爹这个人你应该清楚，他是一个最忠义、最侠义的人。乌云永远遮不住太阳，诬告永远上不得台面。我相信县太爷的公平、清明与公正。外婆，您别着急了，相信我爹一定不会有事的。这番话林外婆倒没有被惊到，可守在外面的衙役却被震惊到了。傅杂役这个女儿不仅漂亮如花就算了，而且还如此大方大胆，能说会道。老人家，现在只是带傅哥回去问话呢，还没有到这时候，你们不要着急啊。对呀对呀，外婆，你听这位叔叔说了是不是？爹只是带去问话，而不是定罪，所以您别担心。您身体还没大好，天气又热，赶紧回去吧。大舅、二舅，照顾好外婆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林正明与林正森对自己这外甥女是特别服了。这才半个来月，林家的豆腐生意已经渐渐起来了，大有赶上当年的趋势。这几天呢，两兄弟天天晚上数着银子，心里都乐开了花儿。知道他们在这里也没什么用处，林正森朝傅宁点头。儿呀，你放心，我们会照顾好你外婆的。一会儿啊，我们去找找军爷，请他帮忙打听打听你的消息。大舅、二舅，
这是衙门的事，你们打听也打听不到什么。你们放心，我爹与陆二伯本就是衙门的人，相信县太爷一定不会被坏人给糊弄了。好好做生意，赚了钱早日给我外婆娶2个儿媳妇进门来。还有，让大姨和小姨他们都不要过来，万一有事会牵连上。世间没有绝对的事，就算傅玉清肯定了也没用。在没见到陆凌天之前，傅宁不敢肯定这事是他安排的，所以最好亲人都不要过来看他们才好。而门外，这林正明作为长辈被小辈教训，顿时脸一红。臭丫头，我们是你舅呢，少操心大人的事儿。可以呀，大舅，你要1个月内领个媳妇进门，我给你们1个出50两的聘礼。二舅也一样哈，谁先娶妻多加10两。你说啥？信不信在于你。外婆，过几天我来看你哈。好，我等着你们来看我。大狗二狗，我们回去吧。二丫，也不知道你来姨怎么样，她身体那么不好，希望她不会有事啊。娘，你放心，兰姨的身体现在比你的只好不差，她还有2个成年的儿子呢，怎么着都比我们家强。再者，陆爷爷自己就在衙门，陆家那边肯定不会有事。啊，那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可傅宁想错了，此时的陆家也好不到哪里。陆月美气没处出，不停地咒骂着就是傅家给陆家带来的灾难。陆浪实在忍不住了，呵责不听，于是动手打了他。这一打，陆月美把陆浪的脸都撞花了，兰氏气得昏了过去。而陆老婆子对着哭哭啼啼的王氏大骂出口：死贱人，看你生的什么孽种，贱人生的就是贱种，哭什么哭啊，晦气，给我闭上你的贱嘴，把晦气再带进陆家的话，我先收拾你。没用的东西，就是因为你贱，才又生出这样的贱种来。王氏闭上了嘴，眼中充满了恨意。娘，好了，骂有用吗？现在赶紧的，是把爹叫回来断亲。对，断亲，这亲不断呐，老婆子我就会被他连累砍头了。凤儿呢？啊，赶紧去看看你爷回来了没有。陆凌天不在家，陆盼盼听说傅家也出了事，他立即就跑去找乔迪了。可找到明月楼，被告知他离开好几天了。奶奶，怎么办呢？我宁姐姐真的要被砍头了吗？奶也不知道啊，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？你哥又不在家，真是急死人了。咦，奶奶，我知道去找谁了。徐谦哥哥是哥哥的好友，我去找他去。盼盼呐，回来！奶奶，你让我去吗？我一定要找人救宁姐姐。盼盼，你知道徐家哥哥家在哪儿吗？奶奶，那怎么办呢？盼盼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呀。小宁啊，是那么聪明能干，善良的好孩子，而且他对朝廷有功，相信他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对了，我知道要去找谁了。奶奶，我去一下钱伯伯家里，他是宁姐姐的师傅。前妻不过是一个衙门仵作，没品没级，能帮得了吗？不过乔奶奶没拦自己孙女，她想要是找得到前妻，或者能见得了县太爷，傅宁给朝廷献过方子呢。而此时的县衙后宅，这举报人可得看好，小心有人伤人灭口，那可是凌天兄弟的未来岳父大人。这个我知道，我只是不知道傅杂役到底哪里得罪了王大柱，他们2个人可从来没有交集啊。现在这个王杂役死咬这事就是傅杂役和陆杂役透露的风声，我真是好奇怪。凌天兄弟什么时候回来？小宁恐怕吓坏了。现在我也确定不了，本来他就要回来的，太子失踪这么久一直没消息，大内侍卫全部出动也没有查到一点蛛丝马迹，只能慢慢来。可在这回来的路上，
正好遇到这税缸被劫一事，新帝非让他查出幕后主使，找回税缸。那傅家与陆家怎么办啊？特别是小宁那边，林氏非常软弱，傅杂义的儿子才11岁，希望不会出事。齐义也担心，可现在齐图刚还没有查到这王大柱为何举报傅杂义的证据，他没办法放人。当然他更担心的是这事有没有内幕，如果有内幕，突然就把人放了，不仅救不了这2人，更有可能打草惊蛇。玉儿，这样吧，你叫杏儿去一趟傅家，让他们不要心急。我自己去不行吗？不行，你要是去了，恐怕这罪名更加难洗了。这里是成王的封地，你知道的。这案子你得抓紧呢，天气又热，小宁会不会急得上火呀？夫君啊，你得赶紧想想办法，万一小宁生病了，没心情给我治病，你大胖儿子就没了呀。娘子，有这么严重吗？我会想办法让他不上火的，你现在不上火行不行？就在这时，门外进来了一人。宋衍见过国舅爷，见过夫人。阿衍，你好了。哦，多谢国舅爷关心，在下身体已无碍，只要不过于剧烈行动，我基本上就没事了。好，你来了，那么这个王大柱的事就交给你了。国舅爷放心，属下的人一会儿就到，定帮你管好这个人，弄清楚他的目的，抓出幕后指使。敢害他家老大，敢害他的救命恩人，这些人是不想好好活了。好好好，进来，我们先喝一杯。而傅宁这边，族长爷爷帮他买来了半驴车的吃用。洗白面太贵了，我给你买了10斤。这个猪下水啊，真不知道你要做什么，这么臭啊，闻着就想吐。八角之类的能买到我都买了，和夏二哥已经去河里抓了，一会儿抓到了给你送来。盼盼说他现在再给你找一个什么公子，一定会帮二叔洗清罪名。哼，知道了，管家婆。一会儿啊，你来我家屋后，做好了，你从窗户里接一碗去。二丫，你还笑得出来啊？真傻了呀！我要是你啊，早吓得叫爹喊娘了。我爹啊，在牢里呢，我喊他听得到吗？我娘这性子叫他有用吗？傅明翠，你才是傻大妞呢！哼，你说呀，我喊有没有用？好似没什么用哈。既然没用，喊爹叫娘做什么呀？反正伸头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。如果阎王注定我3更死，还能留我到5更啊，少给我哭丧着一张脸。如果说注定要死，那也得开开心心的去死。18年后又是好汉一条，怕个球啊！听到这番话，不仅傅明翠受教，就是守在傅家的几个杂役都抽嘴。这丫头要是个小子，那不得了啊！傅姑娘，我是杏花啊。我家夫人说让您千万别担心，大人正在查着案子。大人说了，陆杂役是个忠心之人，他不相信他会背叛朝廷。傅姑娘，我是绿雨，我家姑娘让我来看看你，没什么能帮忙的。我家老爷与老夫人让奴婢送上一些吃食。绿雨是乔大小姐的贴身丫头，她会来，傅宁还真没想到。这是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家老爷与夫人说了，天气热也吃不得大补之物，就让送来了些牛肉与猪肉。牛肉？这里可不能杀牛的，牛是用来耕地的。啊，哪来的牛肉啊？这是我家老爷从西北买来的菜牛，3年前买了10头牛仔，现在正好吃了。这边乔家送上了东西，那边杏花也送上了东西。傅姑娘，天气太热，我家夫人让奴婢送上几匹真丝，她说您做几套衣服，莫热坏了。不是吃的就是穿的，而且都是极金贵的。傅宁与傅玉珠欢快地烧起了火，傅远坤提来了水，甚至林氏也默默地扫起了地。女儿说的对呀，横的怕愣的，愣的怕不要命的。如果真活不了几天了，能一家人死在一起，他又怕什么呢？傅宁不知道，他这一逞强，直接把个包子娘变成了一个女汉子。后来林氏的变化几乎让他掉眼珠子，当然这是后话。一家人吃鸡喝汤，还给守门的衙役送了2碗。
牛肉全部做成牛肉干，猪肉全部熬去油，把油渣留起来慢慢吃。闻着这浓浓的香味儿，傅老婆子吐了血。可是她真下怂了，不仅不敢来抢，甚至连骂都不敢骂了。没有了傅老婆子的挑衅，傅宁发现这隔离的日子过得挺滋润，除了吃就是穿。他让林氏把宋初雨送的真丝面料都拿出来，开始轮流着做新衣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傅雨珠过得真是太开心了，她根本忘记了被关在家中的事，更不记得自己爹还关在牢里。傅宁正在发呆，傅明翠送来了一篓西瓜。我见到陆四哥了，他说婶子现在没事了，就是小土豆啊天天找你，被乔奶奶哄住了。盼盼说那个什么公子一直没找到人，他会天天去。你告诉他要乖乖的听话学认字，等我回去要考察他的。至于盼盼，你告诉他不要急，我这边已经找到人帮忙了。哦，知道了。二丫，你真好，养一个孩子可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要很多银子呀，可你却这么大方。他没有想养啊，傅宁觉得自己都没长大呢，可那小子非跟他不可。那么漂亮的小宝贝，养着捏捏脸，过过手瘾好了。明翠，你不觉得他长得实在好看吗？天哪，二丫，好在他才4、5岁，否则我都要以为你看上他了。别笑了，你也知道他才4、5岁呀。对了，郑家那边如何？我不喜欢我二哥娶她，有什么样的娘就有什么样的女。我觉得呀，这事儿郑秀秀铁定有心思在里面。强哥怎么说？他被那只狐狸精给迷住了，一个劲儿的说他好。二丫，我可与你说呀，防着我二哥姓，那人笨。哦，对了，这几天啊，我们那青齿膏卖得更好了，盼盼妹妹让我来问问，她能不能教我。郑秀秀真的不好吗？如果真是这样，他还真得防着些。你来了正好，我还想与你说呢。山上的药啊，现在越来越多了，你让仁富哥、仁贵哥去山上采，仁福与仁安与二强哥去卖，你和你娘一起去盼盼家帮忙做。我娘也去啊？二丫，那我们不是一家人都站上去了？你也太大方了，一家人去可不行啊。没什么不行的，你们是我的族人，你是我的好姐妹，我要用人的时候不用自己人，难道用外人呢？明翠，明天你和母娘一起去，加上陆家3婶帮忙，有你们4个人一定能做得出来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二丫，你们什么时候能出来呀？二叔他真的不会有事吧？哼，不会，我爹啊是大富大贵的相，能命短吗？明翠，那边的生意你上些心，等我出来我们再赚大钱。只要好姐妹能出来，赚不赚大钱的傅明翠真的不在意。对了，你们吃的还有吗？有，我们几个呀吃不了多少，不够了再叫你买，你去忙吧。转眼就是6月初6，任两家都被人守住了，所以这认干女儿的事也成了空。天气已经热得喘不过气来，这天晚上傅宁实在热得睡不着，于是躺在自家厅子里的竹梁床上闭目养神。谁？我，别出声。你才想问，却被人一把抱起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以后再问。不要出声，别把你娘和弟弟妹妹吵醒了。傅宁一手抱住陆凌天的脖子，一手指指门外，那边有人守着。这些天是不是吓坏你了？坐在树下，心情很不好的傅宁想骂人，只是他想骂的不是这事，而是那朵烂桃花的事。怎么不说话了？生我的气了？你是我的什么人啊？我凭什么生你的气啊？陆凌天，你想走就走了，一走就是个把月，连个字都不留，我有资格生气吗？对不起，小宁，当时我真的太急了。不要跟我说什么急不急的，我不想与你说什么。你可知道这些天我有多急，有多担心？我知道让你担心了，是我思虑不周。小宁，不生气了好不好？下回一定不会了。就生气，
我凭什么不生气啊？这么多日子，我吃不下睡不着，我爹还关在大牢里，到底连什么事情都不清楚，我能不生气？陆凌天，我生气，很生气，非常非常的生气，你听到了没有？这是越说越气了，怎么办呢？陆凌天没办法了，直接抱好了。放开我！不放，小林乖，不生气，不生气了。你要是没地方出气，打我一顿，好不好？陆凌天，在你的心中，我就是个暴力女吗？打你，我干嘛要打你呀？你告诉我，你是我的谁？身处心地严密监视之下的陆凌天，不想把任何危险带给自己心爱的人，除非他知道自己已经解除监视权，他才敢真正的面对他。陆凌天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，爱也是负担，你明白吗？小林，不哭了，在我的心中，你是我最重要、最重要的人，比命都重要。每当孤独的时候，我总是在想，如果余生没有你，我或许会孤老一生。陆凌天，你没哄我吗？如果心能够挖出来，我就把它放在你的口袋里，让你时时感觉到我的心在为你而跳。陆凌天，你在负责一项很机密的任务，所以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你自愿的，是这意思吗？机密的，连最亲近的人都不能说半个字是吗？宁儿，我现在真的什么都不能和你说，但我可以说一句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无奈，而非发自内心，除了对你，对家人。歪在陆凌天怀里，傅宁把脸贴在他胸膛上，听着他的心跳越来越快，他的脸上露出了狐狸般的笑。直到玩够了，傅宁才想起正事。对了，我爹与陆伯伯的事是你安排的吗？不是。不是你安排的。陆凌天，你说我爹的事不是你安排的？不是，这真的只是个意外。我这些天出去了，根本没有回到县里来，还没来得及安排就出了这件事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爹与陆二伯，你觉得那是两个通匪的人吗？如果他们通匪，两家人能过得这么穷吗？你别担心啊，这事儿宋妍在接手，很快就会有了结果。他们都是被人陷害的，这一点你心中都有数的。谁？到底是谁陷害我爹与陆二伯？我爹与陆二伯两人对差事那可谓是忠心耿耿，忠肝义胆。而且我爹与陆伯伯两个人的脾气也极好，又从不得罪人，他为什么要陷害他们？告诉我，我非得问问他去。宁儿，你坐好，再乱动要出事的。出什么事啊？宁儿，你真坏，小丫头，你真是个小坏蛋。听着陆凌天声音的痛苦，傅宁低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，下一秒傅宁被人勒得喘不过气来了，同时耳边的声音更加痛苦了。宁儿，你不能这样诱惑我，我会疯掉的，除非娶你进了门，否则我不会亵渎你的。乖，你别乱动，就这样静静的让我抱你一会儿，好不好？其实啊，傅宁真的无所谓，现代人从不被那些小东西绑架，但陆凌天对他的尊重还是让傅宁喜欢。虽然他好想好想他，但还是乖乖地趴伏在他怀里不动了。仿佛过了好久，耳边那如万马奔腾的心跳声才正常下来。对了，你还没告诉我谁在害我爹呢？害你爹的人目前基本上锁定了张家和林家，只是暂时还没有完全把证据收齐。张家与林家？哪个张家啊？张捕头家。我们与这两家人有刻骨仇恨吗？这些人既然用通匪的罪名来害人，那可是株连三亲的事啊！别担心，我来。上回你和潘潘与张捕头的女儿发生了纠葛，张姑娘记恨在心，乔迪送你出城，正好与灵珠给撞上。张姑娘躲在一边看到了全局，为了报复你和潘潘，林家和张捕头又向王大柱欠下巨额赌债，让他出门指证你爹和我二叔。正好前不久他们正在查裘荣之案，这一切众人心里都清楚，可却没有拿得出的证据。那我爹真的不会有事吗？阿言在管着这事，
就有义在，你爹肯定没事的。要不然，你们两家不可能只是让人守守，恐怕早就抓进牢里去了。可能暂时还不能放你们出来，你耐心一些，一有消息就会送来给你的。我们关些日子没什么，有吃有喝的，只是什么时候我爹能放出来呀？那牢里总不是什么好地方。很快了，你放心，他在牢里没有受罪。我今天来就是怕你担心，所以来告诉你一声。这些天我会很忙，很可能说走就走，你安心在家里陪着家人就行。哦，对了，傅家这边分家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，做得好。不管是真局还是假局，只要爹没事，傅宁就安心了。至于报仇的事，陆凌天说他出手，那就让他出手。女人在能用男人的时候，不必辛苦自己。等这事了结，我想叫我爹娘搬出去，先搬去我外婆家，等我那院子弄好，就搬去那边。这话一出，陆凌天呆了，他可不想林氏几个这么快搬，因为他们一搬，他的小丫头就会搬走。现在他更是身不由己了。如果傅宁一搬走，到时候偷个腥会非常不方便。而且陆凌天怀疑，万一偷腥时被未来老丈人抓到，肯定会先敲死他。那边恐怕没这么快弄好，给你修院子的师傅前几天突然病了，一时半会儿不知道能不能复工。啊，病了？什么病啊？什么病？我还得回去想想。要说大病，陆凌天知道傅宁铁定会说换人，这师傅的病不能得太大，也不能太小。不知道，应该不是什么大病吧。人食无果，又是大热天的，傅宁没有怀疑一切。成年人也会病，这么热中个暑什么的很正常，所以他没再问了。这些天你跑哪儿去了？能说吗？太子失踪之事一直没有结果。那天有消息传来，说在武陵山下的龙城有人看到一人很像太子，可见过太子的人并不多。袁清被另外一件事缠住，我只有赶紧去。那找到了吗？没有，我感觉有人在牵着我们的鼻子走，或许太子并不在这里。如果没有找到太子，是不是皇上就不会让你们回来，让你们永远的找？新帝会让他们永远的找吗？陆凌天不太敢肯定。这一次的太子失踪之事牵扯了太多，新帝的意思是一切都是一家使的手段。他很清楚，这一次太子失踪之事与一家完全没有关系，可他说没用，要新帝相信。想要新帝相信，只有找回太子，送回宫中。暗卫情报表明，太子失踪之事与成王这边关系很大很大。陆凌天心中清楚，如果太子真的被成王控制，梦中的一切就能得到解释了。想着梦中当今圣上重病之时突然出现的太子，陆凌天心底就发抖，那神情与成王的神情真的有9分相似。6月12，那是一个极热的日子，傅宁一家被关了整整15天，人都被关得快发疯了，心里闷得不行。可这一天，当他在门前看到自己那许久不见的爹时，瞬间觉得这一天是个大喜之日。一瞬间，村里又炸开了锅，看到傅义全的人立即奔走相告：傅家老三回来了！啊，他没事了？好像是还是人家用马车送回来的，看样子精神也极好，应该没受罪。肯定他根本就没做出这种背叛朝廷的事，而且衙门里的人都是他同人，证据没足前，应该是不会虐待他吧？不知道这个事我们就不清楚，只是不知道他这活嘛还有没有了。这些天牢里虽然没吃苦头，可是被人诬陷的担心，对妻子儿女的思念，让他知道，人一生荣华富贵什么的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命，才能保护好自己的家人。不哭了，我没事了。哭着检查完自己男人身上真的没有伤痕时，林氏终于忍住了眼泪。坤赶紧去村里秦舅伯家买块豆腐来，也要给你爹去晦气。好。义全，人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大伯，我没事。好啊，你回来了就好。哎呦，回来了就好啊。傅义全一出来，
族长真心的太激动，甚至有点老泪纵横。好，哎呦，太好了，你回来了就好，啊！义军哥，你真没事了吧？真没事了。县太爷清明公正，已经完全查清了，这一次是有人诬陷我与陆二哥，起因就是上回我与陆二哥在查囚笼的案子时立了功，这一次有转为正式捕快的名额，他担心我们抢名额，于是就设计害我们。天杀的，这种人太恶毒了！为了一个正式捕快的名额，就这样害人，这害的可是你们2人全家的性命啊！这人该杀！是啊，太坏了，这些人才该死呢。傅义全在村里人缘不错，这些天他听说时不时的有人给他的妻儿送菜送粮，他记着这份情。大家七嘴八舌的骂着王大柱。傅宁端上了水井里冰上的西瓜。哼，族长爷爷，大贵伯、九叔、五哥、四爷爷，来尝尝。这些呢，其实是我帮着买回来的。爹一出事，我都懵了。这些天关在家里，我以为没几天饭吃了，于是想着再不吃就来不及了，所以多买了几个。义全呐，那你现在这差事儿可还保得住啊？不知道，今日就是刘师爷来的，说我们的案子已经查清了，可以回家了。可这其余的却什么也没说。也别太担心了。虽然这差事儿没了，但也饿不死一家人。二丫是个好的，有她在，你们不必担心。二丫呀，你可是有好的赚钱计划了。这些日子，傅宁的日子过得有些奢侈，村里人都盯着他。人家官是被关了，可不是鸡鸭鱼肉，就是瓜果飘香，恐怕就是刘地主家的日子也没这么好吧。大叔、九叔、五哥、四爷爷，我以前呢悄悄跟着孙爷爷学了点医术，后来我又拜了衙门的前5所拜师，前些天更是有缘，从他给我的医书上学到了一个做青史膏的方子，现在这东西在城里卖得极好。这么说吧，年底前我还准备在城里开一间专治女子病的医馆。开医馆呢，要大量的药草，山上的、沟边的、田尾的草药快成熟了，你们如果扯药草的话，我全收。百草皆为药，傅宁说了几种农村山间田尾到处都是的药。你们扯回来洗干净晒好，干净整齐的，我每斤20万收，有多少要多少。还有小柴胡，要是有，每斤30万干货。山间的桂皮、杜仲、麻辣子等都一样价。20、30万一斤，天啊，这价格也太高了点吧。最主要的是，二丫要收的那些东西，村头田毛那可是随处可见呢。这段时间秋收没到，正是农闲的季节，要是能寻一些这样的草药，一家人一个月弄上个2、3两银子，那不是难事。这价钱一出，众亲们一个个听得心头热血，仿佛美好的日子就在眼前。可就在这时，门口傅老婆子惊天动地的哭声传了进来。我的儿啊，你可算回来了呀！你这个没良心的女儿啊，天天吃肉喝汤不说，还杀我的鸡吃了。你再不回来，你亲娘我呀都要给她欺负死了呀！哎呀！老婆子的话一落，傅老大夫妇、傅老三夫妇去站在了傅老婆子身边，因为这几天他们真的受够了。为了气着老婆子，傅宁就想着法子弄吃的，他一弄，傅老婆子就馋得破口大骂。他一骂，傅宁就提刀杀鸡，煮得喷喷香，并送给守门的衙役吃。傅家人恨得要死，可没有人敢上前。傅宁手中的刀时刻不离，谁过去他就一刀甩过去，每一次都差那么一点点，要么削头发，要么削脚跟，一次不差。3次下来，傅老婆子不怕骂了。虽然傅宁不再杀他的鸡，可心里那股火没处出啊。后来他又倒下病了3天。今日亲生儿子终于回来了，他来出气了。儿子有难他就断亲，儿子回来了他就来告状孙女，世间有这种亲族盟吗？可傅义全还不知道家中发生的事。娘，二丫年纪小不懂事，
您别跟他计较，这些日子儿子蒙冤，他一个孩子怕是吓坏了才会做一些过分的事情。娘，一切都是儿子的不是，儿子在这里给您赔罪了。当然是你的不是了，你这个遭雷劈的东西，要不是你弄出这档子事，我们能被吓得3魂出了7窍吗？你怎么不死在外面呢？娘，这是天掉的祸事，也不是我惹的呀。您这样咒我，您真的是我亲娘吗？她早不是你亲娘了，在你被捉之后，她已经叫族长和族老来和你断绝一切关系了。他们还说了，是你给她带来了惊吓，能给这几间屋子让你的妻儿住，是她仁义。要是换做别人，早把你的妻儿赶出去了。这时，傅宁走上前，别给我好，我爹老实可气，被你们欺负20几年，从不说委屈。够了，老太婆，现在都断亲了，说吧，你们还过来有什么目的啊？断亲？娘，你们与我这一方断了亲，从此我们再也不是一家人了，是吗？我听错了是不是？不断亲，难道我们全跟着你们都去死啊？没良心的东西，早就知道你是个黑心肝的家伙，果然就是没错呀。是断了亲了，以后你也别叫我娘了。我告诉你，今日我来是让你赔我的鸡的。这死丫头杀了我5只鸡，1只10两，50两银子，1文也不能少。一拳娘，你的鸡是金子打的吗？1只10两银子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你管我的鸡是金子打的还是银子打的？这死丫头敢狂，就是你这老家伙在背后撑的腰吧？傅斌，我不管你与他什么关系，但是这是我的鸡，不给银子就给我滚出傅家。啥？这老婆子来，感情不是要鸡钱，而是来要这屋子的。一瞬间，一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有50两银子能做一个大院子，谁还要这几间乌漆抹黑的屋子呢？一拳呢？既然他们要这屋子，那就给他们。反正除了这几间破屋子，他也没给你们任何东西，这给了就给了。一时没地方住没事，我那呀还有2间屋子，你们先住了。明天我就给你们看块地，重新建几间屋子去。二哥，还是让全子一家住我那吧，我家那老屋还空着呢，让人收拾一下，主人没问题的。二爷爷、四爷爷，你们家里都不行，还是我那吧。我那边反正就我爷俩也太冷清了，全子一家先住我那，就住到他新屋子造好为准。全哥，我那边都是收拾好的，今天就搬吧。面对这些不是血亲的亲人，傅一拳心中全乱了，瞬间这个大汉子哭了。男人的呜咽声听得人心头发疼。谁不知道这傅老婆子3个儿子，就这个既能干又孝顺，可这老婆子却这样对他，能不伤心吗？众人都没劝，这是一个男人对亲娘的绝望与悲伤，劝也劝不住，只有哭完了站起来，他才能再次成为那个顶天立地的男人。傅一拳哭，林氏哭，他们俩一哭，傅雨珠与傅远坤也哭了。傅宁没有哭，毕竟他对这傅家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。爹娘，别哭了，亲人与亲人的缘分并不一定是以血缘来定。就好比我外婆，她没生过你，更没养过你，可是她看重你，比亲生儿子更深。对呀，哭出来的傅一拳听了这话，顿时一抹泪。女儿说的有理，血缘是亲，可是世间并不是血缘都亲。行，我们一家先在九哥那住着，等过阵子去城里租房子。全哥，阿九，城里找活容易，坤儿上学堂也容易。再者，等二爷的铺子一开张啊，来来回回村里也确实是不方便。你们也别劝我了，一时半会儿我也建不起房子。二丫是有些银子，可我总不能用女人的钱吧？先谢过九弟了。行，那就收拾吧，大伙儿在一起帮忙。是。就在这决定刚下，门前来了一辆马车和一群人。请问傅姑娘家是住这里吗？你们谁呀？这位婶子，这里是傅家吧？
我找傅姑娘，不知道她在不在呀？三亚，快出来，有人找你。娘，谁找我呀？天哪，娘，你是说是这位公子找我吗？对呀，就是找你的。公子啊，这是我女儿傅雨红，就是这傅家的姑娘。哦，不是她，她太丑了。你说谁丑啊？我说你这个哥，你没长眼睛啊？我女儿丑吗？谁丑还要问吗？你没长眼睛啊？没眼睛就找个镜子自己照一下啊。我找的傅姑娘比她可漂亮太多了。我找的是一位长得超好看，并且救过在下一命的傅姑娘，可不是你。这时，傅宁已经出来了。听到这嘚瑟的话，他摇头轻笑上前：“哼，公子是你呀？怎么找到这来了？”傅姑娘，您可真难找啊，害得我在临风村找了好几天呢，好不容易才打听到你家在这里。傅姑娘，在下姓雷，名怀，字宇长，家住府城盛宁街，今年18岁，家里兄弟姐妹5个，我至今未婚。今日在下来是来感谢你那天的救命之恩的。就在这时，有人也听出了味道，惊叫起来：“天哪，这公子莫不是以为二丫没嫁来提亲的吧？”“那不会吧，既然能找来，肯定是打听清楚的呀。二丫嫁人都好几个月了，而且陆公子长得也不错呀。”“嘿呀，陆家大哥呀，是长得不错，可是没人家有钱嘛，人家还是府城的呢。”听着村人的纷纷议论，雷怀一脸春风：“傅姑娘嫁人了吗？婶子，我咋不知道呢？”“你当然不知道了，因为有人不想让你知道。”“哦，傅姑娘，你嫁人了吗？”“雷公子，你很空吗？”“还好，家中有长兄、二兄，他们才是家中的顶梁柱呢。在下嘛，文不成武不就的，也就开了10间铺子玩玩，不怎么忙的。傅姑娘，您救了在下一命，从此在下这条命就是你的了。常言道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以身相许。还请傅姑娘莫嫌在下粗糙，如果恩人您未嫁，雷某愿以万两聘礼，3枚上门求娶，只要您一句话。”“雷公子，您年纪一把，还未成亲吗？别吓我们这小老百姓了，说吧，来的目的。”“恩人，在下18。”“18也够老了，我们村里好多18的年轻人都当爹了，更有的是孩子满地跑。雷公子，在你的心中，18还没长大吗？有事就快点说吧，我家呀还得搬家呢，没空与你唠叨。你来干嘛来了？”“在下来谢恩了。”“那天你伤得很重，都好了吗？”“好了，在县城出事之后，我回了府城疗伤，这不前几天才过来，一直想找你，却没寻到，今日才来感谢你，不好意思啊。”“别客气，举手之劳罢了。”“不，傅姑娘说清了，那天要不是你帮我把兄弟叫来及时治伤，恐怕我就没命了。傅姑娘，今日你家既然有事，那在下也不多打扰，马车上一些东西请您收下。”雷怀手一挥：“雷大，让人把东西送进傅姑娘的家里。”“是。”那些个盒子里是什么呢？10匹布，6个盒子，5盒子各是点心，1盒子里面银光闪闪。傅宁也看花了眼，这人会不会太大方了？他只不过帮他叫了一个人来而已。“雷公子，这些个点心我收下，别的请收回。”“傅姑娘，您是觉得在下的命就值那些点心吗？我告诉你，就是这点东西也不值在下性命的1/1000两银子，几样首饰，几匹布，就这些东西您要都不收的话，这让在下情何以堪呢？”这话一落，在场的村人个个惊掉了下巴。“雷公子。”“哦，对了，我看恩人家中条件也不殷厚，出门马车肯定没有，正好在下要出门周游，这马与马车也是没地方去了，就送你了。走了，有缘再会。”“啊，这马车也是那位公子有意送的。”傅宁抽牙，看着这马车，他对自己说：“好吧，人家既然有心送，扔了可惜，那他就勉为其难吧。”傅宁为了气死傅老婆子，也为了教育一下那些自私偏心眼的父母，于是把点心全给大伙吃了不说，还给在座的几个长辈一人捡了1块面料2两银子。这一下，一辈子都没见过绸缎的老人家一个个看着他泪眼花花。可东西还没分完，2匹快马又飞来。“一拳哥！”来人正是傅一拳在衙门的兄弟，叫刘忠。他立即上前：“阿忠，
你怎么来了？玉群哥，县令大人有令，你和陆启先多次在追捕查案，巡逻时累次立功，特使你为副捕头，顶张副捕头留下了空缺。阿忠，那陆二哥呢？陆二哥身为御典，是从九品呢。刚刚我们先从他家里过来。全哥，赶紧的换衣服吧，大人让我们立即回衙门呢。县令有令，谁也不敢拖延。傅义全交代了傅九几声，又与族长爷爷嘀咕了几声，于是骑上刚才雷怀留下来的马，飞驰而去。刚才义全说了，一会儿呀，请大家伙儿帮忙搬一下家，搬到傅九那。傅九那边呢，也时常不在家，正好瑞儿啊也有个伴。第二件事呢，他说选个日子，他请客，今日在场的大伙儿啊都要到场，到时候会统计一下几桌，在九哥那办。各位婶子、大嫂，到时还请你们过来帮忙，一天100文，要辛苦大家了。那一天欢迎你们带孩子过来，我准备撒1筐铜钱庆祝，日子就等我族长爷爷选。娘啊，你说说，这一切不会是二伯他故意设计的吧？李氏心下压得慌，不说上2句，他觉得活不下去了。2个时辰前，他还未能涉及到二伯一家的那屋子而窃喜，而这才多久，人家又发财又升官，而他们这些至亲却沾不到1分。我看呐，就是那个黑心肝胆弄出来的事，他就是想故意摆脱我们这些亲人，怕我们沾他的光。老大，不行，我要去告他忤逆。娘，别去了，去了也没用啊，这事儿是我们思虑的不周全，被他摆了一道。不行，我活不下去了，我要去告他，我要去告他，我要吊死在他家门口去，我要让他没得官当。奶奶，你去二叔家上吊吧，你吊死了，他肯定得赔好多银子给我们，有银子了，我们一家也能可劲儿的吃好东西了。你个阴沟子里爬出来的黑心货，我吊死了，你好花银子，没良心的东西，我抽你去！哇哇几声响起，正在帮忙搬家的村民傻眼了，这一家人又在闹什么呀？就不能消停一点吗？3天后，傅义全已正式上任，他在村里找了个老夫子，给儿子和傅九的儿子傅瑞启蒙。林氏带着5鸭天天回了林家，同时傅宁也回到了陆家。此时某处深院之中，齐图刚进来了。陆爷，裘荣的踪迹打探到了，已经有人跟着了。这一次义林身边的24中尉都出来了。水陈氏不了，寻找太子的事根本没空，一桩接一桩，实在是太忙了。好，我们走。2人出了门，齐图刚想到了一件事。陆爷，傅家与陆家的事都安排好了，如今2人已经走马上任了。那张家与林家什么时候办？宋爷说马上就能办了。陆爷您放心，那个袁姑娘还在县里，不过她没再去您家了。严芷林还不能收拾，陆凌天其实也很郁闷，可身负任务的他知道轻与重，只希望他的小丫头能忍一忍。张家与林家让阿眼抓紧点，一时不能弄死，残了即可。好，通知徐群，让他抓紧弄宁儿的铺子，不过要按照图纸弄，一点偏差都不能有。是。陆凌天开始又一次的行动。小宁，我从明天起就出去书院了，徐庆兰定亲了。哪天的事啊？10天前。10天前？10天前，你家都被人围住了，怎么能定亲呢？与他定亲的不是我，而是我的表哥于向林。你难过吗？说实话，我对他只有感激，没有感觉。我虽然不讨厌他，但是也却也不心动。我亲了他，将来我一定会报答他的。说实话，他配不上你。虽然你不是那么的优秀，但你比许多人都优秀。多谢你的安慰。银子花了吗？傅宁翻开袋子，拿出2锭银子和1只银钗。去，恭喜他一下。这银子算是还他的，这钗算是妹妹我借给你恭喜他的。不过我的力气有点高，到时候啊，你得还我1只金钗。陆续眼眶发胀，鼻尖发酸。拿着呀，干嘛呢？
你妹我现在啊可是大富翁了，你没听说吗？上回我救的一个叫雷怀的人，那天他送了1000两银子和好多东西去我家，当时我不好意思收，他生气了，摔下东西就走了。人都走了，我总不能跟他土豪一样把他扔了吧，所以我就收了。眼泪无法再忍，陆续把头扭到了另一边，拿出手帕悄悄地把眼泪擦去，接过。哥记住了。那就好，得一只这么大全金的哟，可不能用包金的糊弄我。现在的我呀，可认得什么是真金，什么是假货了。吧的一声，傅宁又掏出20两，拿着，这是我当妹的给哥买笔墨的银子，好好读书，争取这次考中，给我长脸。二毛啊，有这样一个妹妹，你也是得福的。娘，您给了青兰妹子，就是我这一生一定会记着她的恩情的。她能嫁到好人家，我祝福她。好，娘去送。大师兄，那小瓶子都到了？到了，已经装好了。不过瓶子有些贵，一只要3文呢。没事，我们这个小的是难做些，到时候做比这大2倍的就不贵了。到时候一瓶20文，我们这一年能卖7、8个月，铁定赚。到时我再琢磨一下，弄出一个能止头晕头胀头痛的方子来，改一改，多几个品种。还有祛风祛湿通脉疏络的也弄个，一打出名气，我们就等着数钱了。这时代有这个露那个水的，所以傅宁才会让前妻弄这个6神催文水。把免费宣传小瓶拉到皇室的药铺，黄掌柜一看这瓶上的字作用，再一闻，傅姑娘真的免费送啊？对，1文不取。放心，我一定把这些小瓶子送出去的。不知以后你准备卖多少一瓶啊？20文。面对黄掌柜的震惊，傅宁笑笑，是这的3倍量，不贵吧？不，我不是说它贵了，你这里面可是有不少好东西的呀，这20文可太便宜了。其实啊，这催文水除了2种药比较名贵外，其余的中草药都很普通，而且在这时代20文真的不少了。一个劳动力的一天工资也就1瓶半催文水而已。齐义刚喘口气，没想到这又要上堂了。我的乖乖，这2人是怎么撞上的？升堂，堂下何人？有何事要判？大人，臣女告这个村姑无故伤人。县令大人，民女傅宁刚才带着舍弟正要进衙门，没想到与这位姑娘遇上，孩子小，走得快了一点，这姑娘二话不说就要打舍弟，民女一急就用这根鞭子救了舍弟，不小心甩伤了这位姑娘。袁姑娘可否是这样啊？他撒谎，他就是出手行凶的恶人。易大人，本姑娘希望你不要包庇自己衙门捕快之女，治他个不敬之罪。县令大人，我有人证，我也有人证，我有人证明你就是无故发疯。哟，谁发疯呀？袁志林，你还真是只疯狗啊！找不到男人，你这是想疯了？见人就咬，还真不要脸。小宁啊，别怕，有姐姐在。宋初雨往堂上一站，袁芷林看着他，看看傅宁。小宁，别怕，你姐姐我最爱的就是痛打落水狗。宋初雨，你想做什么？哼，我想干什么？我倒是想问问你呢，姓袁的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呢？袁芷林虽然家世不如宋初雨，但是他的堂姑是成王妃，这里是成王的地盘。我说呀，你刚才是脑子进了浆糊，一下子发了病，动手打一个孩子。袁芷林啊，你好大的能耐呀！臭不要脸的，你真以为这天下是你袁家的吗？姓宋的，你才有病呢！谁打孩子了？你在这里胡说什么？就你打孩子了，打了还不承认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人大步进了大堂。芷林，做人做到这份上，小心被京中贵女看不起。你没什么优点，至少得诚实做人才是啊。堂哥，我才是你堂妹呀！你帮外人，不帮自己人，七叔知道吗？我帮理不帮亲，刚才在门口我的人看到了，你出来的时候，这孩子还没撞上你，你伸手就要打人，
是这位姑娘着急，这才用鞭子吓唬你的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堂哥，你看看我这手背，现在都还是红的，这叫吓唬吗？啊！要不是他手下留情，红的就不是手背了，而是废了你这只爪子了。灵儿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不就一个孙姑吗？吓谁呀？村姑，孙天师的关门弟子，这样的村姑你比得了吗？堂哥，你跟我开玩笑吧？孙天师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比我更清楚。像他这样的人，能收一个孙姑当关门弟子？袁清也是听宋初寒说的，这消息是宋岩与他说的，肯定不会是假。加上那天傅宁的智商怪手法，他心中已是100%相信。信与不信都在于你，你要是伤了他，恐怕有人会扒了你的皮，这话绝对可靠。哼，今天算本姑娘倒霉。堂哥，你告诉我，陆大人他是不是在躲着我？袁清没理袁芷林，而是转向傅宁。傅姑娘，在下这次来特地想问你一个事情，不知道能否赐教啊？袁公子，请讲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不如另找个安静的地方再说。公堂之上确实不是请教的地方。袁芷林不相信傅宁有这本事，而且他好不容易碰上堂哥，非得从他身上要到陆凌天的下落。当初都说好了要定亲的，突然间反悔，这怎么行呢？想着自己花这么大的精力才让陆凌天松口和自己定亲，袁芷林可不会放弃，这关系到他爹将来的成就。堂姑说了，陆大人不肯在朝中效力，这正是机会，只要他跟在他身边，自己就会有价值。总算找到了他的原籍，找到了他的家。这一次袁芷林决定一定要找到陆凌天，让他守诺。袁公子，你说吧。是这样的，我大哥大嫂成亲7年，生下2男1女，可是每一个都在1周岁左右夭折。宫中所有的太医都看过了，不是中毒，却是一个个莫名死亡。那他们有什么症状？你能描述一下吗？症状？我常年不在家，所以并不太清楚孩子们有什么症状，只知道每个孩子出生之后开始气血虚弱，肝脾不宁，出生初期肤色蜡黄，后来心力衰竭而亡。地中海贫血，这是人类遗传性疾病，不要说这古代，就是现代也没有找到治疗方法。袁公子，对不起，没见到过病人，我不敢下定论，但通过你的描述，我猜测孩子得的是一种叫障碍性贫血症，这种病一般是遗传，也就是说是娘胎肚子里带来的病，无药可治。你的意思是我大堂嫂把病带给孩子的？袁姑娘可别乱说，我可没有说这是袁公子的嫂嫂带给孩子的病。你不是说是母胎带来的病吗？那不是我大堂嫂，难道是别人？袁公子，这病我没办法确定是母亲或者说父亲带来的病，也可以说这2人都有可能有这种基因。这是一种溶血性的疾病，一旦遗传上了就很难根治了。我这样说你们可能听不懂，但子女与父母长得像，这一种就是基因的遗传，听明白了吗？那得了这种病，你有办法治吗？在我大哥大嫂怀孩子之前能预防吗？唉，我真没有这能耐，除非是他们2人自己本身有很明显的症状，要不然查不出来。对了，你兄嫂有人有严重的贫血症吗？我大嫂有一点，但不厉害。一点点贫血不能断定她是否就有这种病，世间贫血的人多了去了，也不见生出来的孩子就会这样，所以对不住了，我断定不了。傅姑娘客气了，刚好昨天接到我那小侄子病故的消息，这今日来衙门有事，又正好碰上，所以想要请教一下而已。连神医不知道的事，这小姑娘都知道，她哪能怪人医术不精呢？多谢，在下回去转告兄嫂，好让他们心里有个数。切，算命的早就说了，他们根本就八字不合，非得成亲，这下报应了吧？堂妹，嘴下留德。我又没胡说，本来这就是事实。当时我大表姐那么喜欢堂兄，可她偏偏看中一个小户之女，我有说错吗？原来嫉妒点在这儿啊！哼，对于孩子啊，我觉得生恩养恩都一样，
是不是自己生的孩子得靠后天教导？多少子女不养爹娘，世间大有人在。生不了，抱养一个在身边尽心教导，未尝就比亲生的差。袁清得到了答应，准备告辞。突然他的目光落在了紧紧依在傅宁身边的小土豆身上。傅姑娘，这是你弟弟？哼，这是我大舅舅捡来的养子，这小家伙非得跟着我就只能认了。小土豆，赶紧叫叔叔。叔叔好。你叫小土豆？我大名叫林志轩。好名字。小土豆，你今年几岁了？堂哥，你不会是想让大哥与大嫂收养这个乡下放牛娃吧？我与你说，别开玩笑了。怎么就是玩笑了？这孩子不好吗？我看比你强多了。人家乡下娃，我们袁家时代以前不一样也是乡下人吗？切，再强也不是袁家的姑息。大堂兄身体好着呢，有病的人那一定是大堂嫂。哼，大堂哥和另外的女人照样能生出健康的孩子来。这是叫他大哥纳妾了，那万一是自己大哥的毛病呢？这不影响夫妻感情吗？袁清真心不喜欢这个心眼太多的堂妹，要不是袁家早年时受过一次成王妃的帮助，他也不会与这个堂妹走近。可这恩，这些年他还的10倍都不止。我有事先走了，打扰。傅姑娘难得来，你们慢慢聊吧。说罢，迈开大腿走了。堂哥，等等我！见这两人走了，齐毅看了自己妻子一眼。雨儿，小宁妹妹这么久没来，你和她去内院喝喝茶去吧。宋初雨自然发现了袁清的异样，这个人与陆凌天一样，那不是个多话多事的人。既然他不说，他也不问。好，小宁妹妹，你让我吃的药我快吃完了，请你再帮我看看。初雨姐，请吧。爹，我跟夫人去了，你忙。去吧，好好给夫人看看。知道了。小土豆，我们去夫人姐姐家玩去。小宁啊，你看我气色是不是很好了？桃红花色。初雨姐，你越变越美了，姐夫肯定是看花了眼。你调戏我吧，反正啊，我再变美也美不过你呀。初雨姐，我们两个人的美啊，不是同一类型。我这长相太柔弱，让人一眼就认为好欺负。你看刚才就是这样。而你呢，英气中带着柔美，脸一扬，神采飞扬，满脸闪光；脸一拉，鹰眉横竖，清冷逼人。谁见着都知道你不好欺负，这是你最美的地方。好吧，算你会说。小宁啊，我教你几招，省得阿猫阿狗的都想欺负你。还有，你要记住，您可是我宋初雨的义妹，谁欺负你给我打回去，有事呢姐替你顶着。记住了。初雨姐，我们进内堂，我先看看你的病。土豆，一会儿再吃。到了内室，傅宁先给宋初雨把过脉，脉象非常正常，然后让他躺下，仔细地看了他子宫，终于松了口气。初雨姐，可以换方子了。啊，小宁啊，你的意思，我那个东西没了？没了，消失了。换个方子，再护一段时间。明年这个时候啊，准备抱胖小子吧。小宁，大喜事哪能哭啊？我们不哭，要永远笑着面对生活。我就要哭，我就要哭。小宁啊，你让我哭吧，我要哭个够。好吧，让他哭吧。傅宁明白了，宋初雨心中一直有压力，开始是生育的压力，后来是生命的压力，现在这2种危险都解除了，他这是喜极而泣。这一哭，外间的人纷纷涌了进来，甚至有人在叫：快去叫大人，夫人在哭了。没事没事，你们不必大惊小怪，是你家夫人的病好了，她这是高兴的，赶紧拿水来给夫人洗脸。谢谢您，傅姑娘，奴婢给您磕头了。别，这是我姐姐，妹妹给姐姐治病，没有要人感谢的道理。快起来，打水过来。姐，别再哭了行不？一会儿姐夫来了，铁定会给你吓着。我不管，我就是要哭。雨儿，出什么事了？别哭，为夫在呢。
这宠妻狂魔要这么炫吗？大人姐夫，初雨姐这是高兴的哭，别担心，她肚子里那个瘤子没了，再调理一段日子，你们能生娃了。太好了，雨瑶没事，太好了，雨瑶没事了。直到宋初雨哭得差不多了，小宁啊，等我生了孩子，一定让他们认你这个干娘。国舅爷是宠妻狂魔，虽然相貌不是一等一，可一身儒雅之气，以他这么宠妻，真不错。等写好新的药方，齐毅已急忙换人去捡药。就在刚做好一切时，袁清急急忙忙地进来了。侯爷，那孩子呢？小宁，袁清要见小土豆。袁公子，我家小土豆，难不成你认识？侯爷，你仔细看看他，你不觉得他与某人很像吗？小宁，小土豆身上可有胎记吗？没太注意到呢，要不你们自己看。看看他后背上，是不是有一朵梅花状的胎记？胎记颜色不浓，但这胎记有一块地方是凸出来的。天啊，他家小土豆像谁呀？别介呀，他可不舍得他的小土豆送人呐。但傅宁也希望小土豆能找到亲爹娘。看袁清这脸色，小家伙身世不会太差。太子？不可能，人家都10岁了。傅宁让小土豆趴在他腿上，撸起他的衣服，让袁清与齐毅自己看。